耐不住性子的美国军事专家看到解放军这2天的超大规模军演，开始讨论起如何援助台军，好让台军具备与解放军对抗的能力，甚至提出了要把 F-2隐身战机和更多海马斯火箭炮提供给台军。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在当前台海局势已经呈现高度紧张的档口，美专家再爆离谱。美专家阿托拉马佐格鲁在美国军事媒体1945发文表示，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正在围绕台湾进行军演，而台军对此只能保持观察和警惕。美专家称，台军需要保持强大的震慑能力，吓阻解放军，使其不敢轻易地对台岛发动攻击。台军需要更强大的武器，美国可以使用新式武器援助台湾。美专家认为，美军可以考虑向台湾提供 F-2隐形战机和先进火箭炮系统。美专家认为，如果台军与解放军交手，那么制空权将是关键。谁掌握制空权，就能决定海上和地面作战的成败。现在，台空军装备的都是 F-16、幻影这样的3代半战机，而 F-2隐形战机的加入会让台空军战力倍增，具有和解放军空军一较高低的资本和底气。美专家称， F-2隐形战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性能强大，但转口又表示，以当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空军仅仅拥有不到200架左右的 F-2， 而且其生产线也早已关闭，因此将此种战机提供给台空军的可能性不大。正因为如此，美国还可以提供给台军先进的火箭炮系统，用以抗衡对标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防御解放军的攻击。美专家给出的答案是美军的海马斯和钢羽远程火箭炮系统。这2款火箭炮系统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能够在滩头登陆阵地给予解放军重大打击。假设解放军掌握制海制空权，并且成功登岛，这个时候无疑是最关键的。刚刚登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没有开拓纵深阵地，无疑是非常脆弱的。在这个时候，如果台军手中有足够多的海马斯和钢羽火箭炮，便可以对登陆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密集火力的覆盖打击，达成战果。台湾海峡东西海岸相隔130千米，海马斯和钢羽火箭炮的227毫米精确制导火箭弹都能够达到这个射程距离，可以最大程度地通过远距离发射，确保其自身的生存能力。227毫米的制导火箭弹能够精确命中较远距离上的目标。此外，海马斯和钢羽火箭炮可以搭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是一种短程弹道导弹，射程超过300千米。美专家称，这可以使台军具备攻击大陆方向的解放军集结点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海马斯火箭炮机动性更好，可以打了就跑。俄乌战场已经向外界展示了海马斯火箭炮的强大威力。如果台军拥有足够多的海马斯，他们就可以让登岛的解放军遭受巨大伤亡。而此前，美国已经批准向台军出售11辆海马斯火箭炮。然而对于台军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美专家认为，美国还应继续向台军加大提供量。虎妞认为，美专家这个观点完全忽视了台军面临的困境和实际问题。客观来讲，单从军事实际角度出发去评析，台军现在缺的不是什么1-2件先进的武器，而是整个的作战体系。如果因为1-2件武器的加入就能够击败大陆，美专家也太过异想天开了。从美专家宣称 F-2隐身战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隐身战机这一观点来看，虎妞就认为这位美国专家了解的信息已经太过滞后。论先进，歼20、F-35战机在技术水平上比 F-2先进了太多，包括航电、数据链、新一代隐身涂层等等等等。要是 F-2到现在也是最先进隐形战机，美国空军就不会向国会反复重申，希望在2023财年开始陆续淘汰掉该飞机了。而且，即便是美国向台军提供了 F-2战机，虎妞相信其技术机密很快会第一时间被解放军获取。此外，要是在战时，解放军量大管饱的火箭弹、弹道导弹，就能第一时间拆了台军的所有机场。F-2压根儿没有起飞的机会。就算预设条件放宽，
假设 F2 可以起飞，那么在地面雷达站、通讯指挥系统被解放军打个稀烂后，这些无头苍蝇般的零星 F2面对解放军架设在中国大陆沿海的陆基反应体系，以及歼20预警机组成的空中防护网，依然是自寻死路。所以别再幻想所谓的 F2装备太空军，就能在台海上空对解放军战机大杀四方取得优势了，这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其次，海马斯火箭炮能克制解放军的说法就更可笑了。台军要使用海马斯，看看解放军巨量的无人机就明白了。这些重点威胁在战时会被时刻监视，并且使用空地导弹迅速击毁消灭。对于战时能够迅速夺取制空权的解放军来说，盯梢海马斯并挨个拔掉根本不是问题。在乌克兰战场上，无人机数量不足、反制手段少的俄军，也照样把美国送来的16辆海马斯打到了6辆。后续更多的海马斯势必还会被俄军不断击毁。而中国无人机无论是战力还是数量都堪称爆表。在这种情况下，台军使用海马斯无异于自杀，将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重大战果。因此，美专家简单地将台军与解放军的军力对比思路理解为是斗兽棋比拼单一装备过招。虎妞认为这是十分片面且幼稚的。美专家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明显还有待提高，建议去多看看书，多学习学习。